当你和中国朋友聊天结束，临走时，他非常热情地对你说明儿见啊，有空吃饭。你会怎样回答？嗯，如果你立刻掏出手机，非常认真地跟他核对时间，好呀，我们是周三去还是周四去？你可能会得到下面的回复。我改天请大家吃饭，今天就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。你看，你的中国朋友是不是显得有点尴尬？而你呢，是不是觉得好像被骗了？千万别这样想。其实这句请你吃饭藏着中国社会最普遍的社交潜规则，那就是客套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中国人说的有空请你吃饭，或者改天请你吃饭，只是一句客套话。什么是客套话呢？客套话就是一句表面上为了礼貌而说的客气话，它的真实目的不是真的要请你吃饭，只是为了在告别的时候让氛围显得很热情。它就好像英语里的 keep in touch，只是中国人很喜欢用吃饭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友好。如果你当真了，立刻掏出手机来确定时间，在中国人的社交语境里，这叫做不识抬举，意思就是你没有看懂别人的客套，把客气话当成了真话，让大家都很难堪，让氛围彻底陷入尴尬。那么，我们如何分辨中国人的请吃饭是不是客套呢？你只需要关注下面3个细节。第一，有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，比如下周五。第二，有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，比如周五下午7点。第三，有没有确定具体的地点，比如我们在公司下面的川菜馆见。如果这3个细节他一个都没提，只是对你说了一句有空请你吃饭，那这一定是一句客套话，它的真实目的是在和你热情的道别。这句请你吃饭的潜台词是拜拜，路上慢点儿，我该走了。这个时候你最高情商的回答就是顺着他的话微笑着说好呀，有空再联系，你快去忙吧，这样大家都很舒服。但是如果对方在说话的时候拿出手机把餐厅的定位发给你，并且跟你说这周五你有空吗？我知道一家非常棒的餐厅，我已经订好了位置，你一定要来呀。这个时候绝不是一句客套话，你的朋友在真心实意的，也就是100%发自内心的，非常真诚的在邀请你和他一起大吃一顿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去赴约了。你看，一句话是真还是假，不用看他说话时的语气有多热情，而是要看他有没有付出真正的行动和时间。所以听懂中国人的请吃饭，要看行动，不要听客套话。不过，如果对方真的付出行动，把你带到了饭局上，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，一场真正的中式社交地狱级挑战才刚刚开始。你可能看到，在结账买单时，2个中国人争着抢着买单，就好像打仗一样。
这时你应该静静地坐着看着，还是加入抢着买单的行列呢？按下订阅，下期我们饭局见，拜拜。